家里的钥匙我帮你配好了。虽然我们总是一起行动，但有钥匙还是更方便一点。其实，应该从我们重逢那天就配好给你的。是啊，所以我这次也特别做了2只钥匙扣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我的这个不太适合你。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钥匙扣是会随身携带，很容易就让别人看到。怎么可能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想要这只钥匙扣的话，我需要改造一下。不是外形，我是需要给它加点功能。其实这个挂坠除了是个钥匙扣之外，还是个报警器。这个报警器的分贝比普通报警器更高，电池续航时间也更长，而且更加结实耐用，短时间内还可以防水防火。我之前以为你会想要自己造型的那只，所以只在那个上面装了报警器。你想要我的话，就得稍微改造一下才行。你是说俄狄浦斯很可能和这个贝多借贷公司有关系？没错，这几天我排查了包括孟启山在内的所有不良侦探。我发现俄狄浦斯只和某个时间段后的不良侦探存在利用关系。是什么时间段？我和不良侦探钱毅的对决之后。钱毅？魏明市的退行侦探里好像没有这个人。这恐怕是因为钱毅在和我对决完后没多久就死了。根据警方的死亡报告，钱毅的死因是心脏麻痹，死亡时间在我和他切断联系的1周后。紧接着，孟启山及其他不良侦探被俄狄浦斯找到，被利诱参与找出我的计划。时间线的确很可疑，所以我去钱毅家里调查了一下。我在他的电脑中发现了和田心电脑中相同的木马病毒，也同样有大量数据被删除的痕迹。钱毅名义上是个侦探，但他的作为更类似于信息掮客。他精于用各种方式获取各类情报，买卖这些消息。有时他也会用自己掌握的情报敲诈勒索，或者是直接要钱，或者是要挟对方答应自己的某些需求。但他的死应该和我当时找到他的事件无关。我已经和那时遭钱毅骚扰的受害人仔细核实过了，受害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再受到骚扰。如果和当时的受害人无关的话，那疑点就应该在钱毅自己身上。他是信息掮客，社会关系很复杂。我猜有可能是钱毅当时刚好掌握到俄狄浦斯的某些信息，招惹上了对方。而因为时间线相交的关系，俄狄浦斯认为追查钱毅的你也掌握，或者有极大可能掌握到他的信息，所以他才无论如何都要找出你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已经重新调查了当时和钱毅有关联的人，
你接收一下文档。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贝多借贷，是不是几个月前的新闻里提到的那个套路贷公司？是的，钱毅对套路贷的借款人进行隐私追踪，而贝多借贷公司就在借款人无力偿还时，根据钱毅提供的隐私信息威胁受害人进行暴力催还。证据不足，钱毅精通法律条文，擅长钻法律空子，所以把自己洗得很干净。另外，我发现有个人和钱毅相关，你们搜索一下纪晓宇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！小姐，我们理解你的心情，但还请你冷静，我们需要进行现场调查。都是我害死了姐姐！还有他们都是凶手！求你把那些家伙抓起来！这个女孩就是纪晓宇，死者是她的亲姐姐纪晓晴。姐姐纪晓晴死后，纪晓宇向警方坦白自己因欠下套路贷，频遭贝多借贷公司和钱毅的威胁骚扰。最开始，他位于对方恐吓，不敢报警，也不敢告诉姐姐，只拼命打工还钱，但欠款却越滚越大。后来，贝多借贷公司伪造法院判决，强占他们姐妹父母遗留的房产。此时，纪晓宇的姐姐纪晓晴才知道整件事情的始末。纪晓晴自此后长期心神恍惚，连工作也丢了。警方对纪晓晴进行了尸检，发现她的血液中酒精浓度严重超标。警方是这样结案的：钱毅被释放后1周，便因心脏麻痹意外死亡。警方最初怀疑这和纪晓宇有关，因为纪晓宇得知钱毅被释放后极其愤怒，情绪失控。虽然事后经警方调查，此事并非纪晓宇所为，但我发现了一个有关纪晓宇的处罚单。非法携带管制刀具，罚单的日期是在钱毅死前1天。是的，我稍微调查了一下，给纪晓宇开罚单的就是处理他姐姐车祸案件的警察，他很同情纪晓宇，也怕他走极端，所以他一直在暗中关注纪晓宇。纪晓宇购买管制刀具的当天就被他发现了。身为警察，他不得不给纪晓宇开了罚单，不过罚款是他自己交的，之后又努力劝解纪晓宇。纪晓宇被怀疑和钱毅死亡有关时，这个警察还替他作证，
表示纪晓宇没有作案时间。即使纪晓宇和钱毅的死无关，但如果他当时有在跟踪钱毅的话，也是可能发现线索的。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钥匙扣是会随身携带，很容易就让别人看到。怎么可能？